這期視頻呢，我們繼續來拆這台 Redmi K100 Pro Max。那作為新系列的超大杯機型，該如何詮釋“全能旗艦”這4個字呢？廢話不多說，咱們直接從後蓋一路拆到屏幕，看看這台大屏旗艦給出的答案啊。第一步，關機後取出卡托，雙卡背靠背放置，卡托材質為金屬加塑料，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。第二步，拆卸後蓋，加熱後酒精配合拆片劃開粘膠，分離後蓋。後蓋和上代一樣是玻纖材質 ，Deco 和 K100 Pro 的方案一致，採用鋁合金打造，拼接玻璃鏡片，保證此區域的抗磨耐滑性能。那這次背部扬声器的金屬防塵罩呢，改成了半扇形設計，在優化声学气流路徑的同時呢，也進一步提升了防塵的能力啊，更加適合長期使用。那来到後蓋內側 ，Deco 區域和 K100 Pro 有所不同 ，Max 使用的是金屬内衬，内衬通過一排排激光点焊將 Deco 固定在後蓋上，防塵密闭泡棉呢分布在3顆后摄影像外圍器件以及后置麥克風收聲孔四周，收声孔內的配備白色防水透气膜，背部扬声器的出声口內貼有細密的防尘网保護。那這次還在背揚出聲口四周添加了一圈導光板，實現隨音樂和遊戲的律動燈光效果。那同時支持通知和來電的提醒功能。電池的對應位置沒有添加緩衝泡棉，而是通過機身一側的無線充電線圈和散熱膜來實現基礎防護。第三步，拆卸主板，傳統3段式結構，除4周常規粘膠外 ，Redmi 還在主板區域和副板位置呢添加了多處額外的點膠，來加強整機的密閉性和結構強度。機身右上角這顆碩大的背部揚声器已經是這個產品線的傳統了，它充分利用了 Deco 凸起的空間来大幅強化手機的低音效果。背揚對角線位置这2顆 LED 燈珠啊，就是剛剛提到的氛圍燈光源了。那燈珠4周添加了黑色膠套來防止漏光。揚聲器的規格我們待會兒拆出來細講。下方的散熱膜覆蓋了電池的大部分區域，並且一路向下延伸到了底部揚聲器的位置。NFC 線圈和 K100 Pro 一樣，因為大尺寸金屬 Deco 的影響，設計在了無線充電線圈上方，位置稍稍有一些靠下啊。下方呢是支持50瓦功率的無線充電線圈，同時具備22.5瓦的無線反充。卸下主板區域的所有螺絲，翻開背部揚聲器，直接就能看到2個電池接口了。挑開接口進行斷電，隨後將背揚和線圈模組一併取出。那背揚的規格和上代 K90 Pro Max 的保持一致，都是 AAC 瑞聲科技 DLS 1620C 雙音圈超薄內核单元，內部填充有 N-Bass 声学增强材料来强化低音效果。扬声器背面覆蓋了散热膜，並且這片散熱膜是從機身頂部一直延伸到底部的，面積呢有6100多平方毫米。回到主體部分，挑開閃光燈排線接口，取出主板蓋板，蓋板材質是金屬加塑料。正面的閃光燈排線上集成有後置麥克風、後置環境光傳感器，用於萬能遙控的紅外發射器，以及一顆閃光燈燈珠。同時，頂部揚聲器也整合在了蓋板右上角。頂揚的配置要比上代 K90 Pro Max 以及 K100 Pro 的1115F 更高，那採用 AAC 瑞聲科技的1115D 大師級規格啊。那 N-Bass 聲學增強材料同樣也不會缺席。來到蓋板內側，前攝和頂揚的對應位置配備壓緊填充泡棉，鏡頭接口使用包裹泡棉的導電布保護，既能防止接口鬆動，同時兼顧電氣防護。那此時拿主體部分對比上代 K90 Pro Max， 新款的主板區域佔比明顯縮小，騰出的空間讓渡給了電池來加大容量。細節方面啊，前攝和潛望的 CMOS 區域貼有散熱膜，加強散熱能力。接口和屏蔽罩位置的導電布和銅箔加強抗干擾性能。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所有攝像頭。那所有鏡頭中只有潛望長焦配備了金屬防滚架，潛望採用一次反射方案 ，CMOS 豎立在模組一側。那來到鏡頭背面，前攝覆蓋散熱膜，主攝和潛望長焦上呢貼有銅箔。攝像頭詳細參數大家直接看圖。取出主板和上代一樣採用雙層疊板設計 ，PCB 來自鵬鼎控股，下層板呢使用0.55毫米板材。主攝和潛望採用破板下沉設計，直觸中框和 VC 均熱板。超廣角雖然架在主板上，但並沒有和核心3大件重疊，從結構上避免了積熱問題的發生啊。接口4周沒有發現防護措施，個別小元件呢有封膠保護。頂部麥克風集成在主板左上角，薄弱位置的正反兩面呢都有金屬片和屏蔽罩的加固。
背面的屏蔽罩上同樣貼有提供電磁屏蔽以及加強散熱能力的铜箔，主要發熱位置涂有導熱材料，取下可拆卸的屏蔽罩，撕下銅箔，清掉導熱材料，吹開罩框。核心3大件的 RAM 和 ROM 都來自海力士，採用 LPDDR-X 加 UFS 4.1的規格。那 RAM 下方是高通的旗艦 SoC 第5代驍龍8至尊版，那下方是 K90 Pro Max 以及 K100 Pro 同款的独显芯片 D2和澎湃 P3 充電 IC。核心配置相比上来没有太大变化，角落裡呢還能看到澎湃 T1 的信號增強芯片。那不同的是 K100 Pro Max 給了2顆，而 K100 Pro 只有1顆。那分層後可以看到，主板夾層中沒有添加導熱材料，其餘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圖。取出前置傳感器小板，採用便於維修的獨立模塊化設計，上方集成有前置的環境光傳感器和2顆激光發射器，整機一共配備前後2顆環境光。那這方面的規格和上代 K90 Pro Max 以及 K100 Pro 的完全一致，屬於旗艦機的標準配置啊。中框主板區域前攝4周配備黑色不乾膠圈來防止灰塵進入，頂部扬声器的出声口使用紅色膠圈保護，頂部麥克風收声孔呢添置防漏音泡棉，收声孔內添加有白色防水透气膜。和上代 K90 Pro Max 一樣，潜望和 SoC 的对应位置有做鏤空設計，但由於潛望 CMOS 採用側置方案，所以此區域鏤空主要是為了降低鏡頭的突出高度。SoC 的鏤空就是單純為了加強導熱能力。上方殘留的導熱材料也有相同的作用。核心區域的均熱板呢有做3D 凸台設計，用來縮小核心和 VC 的間距，降低 Z 軸的接觸熱阻，提高導熱效率。前攝、主攝以及潛望模組4周呢，設計有限位結構和限位柱，防止鏡頭偏移。結構上還添加有紅色緩衝膠墊來保護鏡組。底部揚聲器的內核規格和頂部一樣，是 AAC 瑞聲科技的1115D 大師級，內部同樣填充有 N-Base 聲學增強材料。即便不考慮背部的巨無霸1620C K100 Pro Max 的上下雙115D 大師級配置，也要比 K90 Pro Max 以及 K100 Pro 的雙1115F 的低频性能高了1个dB啊！再加上背部這顆1620C 的低音炮，組成強悍的 BOSE 3揚系統。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副板，同樣使用0.55毫米板材。副板防護上呢，要比主板更加到位，接口有紅色膠圈保護，但小元件4周沒有發現防護措施。上方集成有底部麥克風、SIM 卡卡槽以及 Type-C 接口。C 口根部有做蜂膠處理，來自 LCN 前德電子。內側配備了防塵防水膠圈。C 口規格和上代 K90 Pro Max 一樣，是5Gbps 的 USB 3.2正一規格，支持 DP 視頻輸出，有線反向充電功率的又有提升啊，從22.5瓦加大到了27瓦，方便在緊急情況下為其他設備應急補電。整機和上代一樣，共配備3顆麥克風，屬於這個價位的常規配置。那底部麥克風收聲孔特意做成了長條形，來和退卡孔做區分，防止差錯，並且還有 L 型防彈設計，雙重保障啊。取出 X 軸線性馬達，繼續沿用上代同款的橫電東磁 LM0815B 規格，比 K100 Pro 的0809要強一些。那中框副板區域底部麥克風收聲孔配備橙色膠圈加白色防水透氣膜，底揚出聲口呢使用紅色膠圈加防塵網保護。整機和 K100 Pro 一樣通過了 IP66、IP68 和 IP69的3重防護認證。第5步拆電池，電池有快拆設計，依舊採用單電芯雙接口方案。那 K100 Pro Max 搭載的這塊電池的含硅量對比上代沒有明顯變動啊，還是16%，但憑借更大的體積和細節上的優化，容量呢來到了9070毫安時，相比上代提高了1510毫安時啊。製造商依然是大家熟悉的東莞新能德，那電芯就必定是 ATL 了。能量密度通過包裝尺寸計算的突破了900大關，來到了909瓦時每升左右。電池保護板頂部貼有緩衝膠條，強化電池的抗跌落能力。保護板同時採用熱熔膠封裝方案，進一步加強防護性能。那還有 C-Pack 工藝，通過 Z 軸立體堆疊，壓縮保護板佔比，把空間留給電芯。包裝內附帶有100瓦快充頭，實測峰值功率82瓦，1到100充電用時65分鐘，同時兼容100瓦的 PPS 開放標準啊，提升外出時的充電靈活性。還有旁路充電功能也沒有缺席。最後一步拆屏幕，加熱後酒精配合拆片劃開粘膠，分離屏幕。那屏幕是華星光電的 LTPS OLED， 和 K100 Pro 完全一樣的方案。那實測手動全屏最高來到了976尼特，亮度策略和 K100 Pro 一樣，即便在關閉自動亮度調節的情況下，強光也能激發全屏亮度。實測呢是1220多尼特啊。開啟自動亮度後，激發可以達到1386。播放 HDR 視頻素材時呢，全屏進一步上升到了2350多尼特。縮小到10%窗口下，亮度爬升到4840%，1%窗口啊，也來到了誇張的12200多尼特啊。屏幕背面呢是全覆蓋銅箔，銅箔上添加散熱膜的傳統呢也得以延續啊。散熱膜面積相比上代大了一丟丟，接近5100平方毫米。那注意這片散熱膜在 K100 Pro 上是沒有的。下方的指紋模組是 K90 Pro Max 以及 K100 Pro 同款的匯頂新一代3D 超聲波單點指紋，對不同規格鋼化膜的兼容性會更好。驅動板上覆蓋
蓋抗干擾貼紙，觸控 IC 呢是 K100 Pro 同款的敦泰 FT3685M。中框上覆蓋一片面积为47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面積相比上代小了一些。这片散熱膜和 K100 Pro 一樣，在左上角是沒有石墨層的，所以此區域也不會參與到散熱中來。那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 SOC 發出的熱量直接傳導至屏幕，形成點狀熱源，影響使用體驗啊。但也使得中框和屏幕之間的散熱膜總面積也下降到了不到10000平方毫米。CR 散熱膜可以看到，主板的對應位置有做第一階下沉來減少核心熱量直接傳導至屏幕啊。SOC 位置還特意做了第二階下沉來進一步防止局部過熱。那這個雙階設計在 K100 Pro 上也是沒有的。VC 是6300平方毫米的不鏽鋼循環冷泵，相比上代小了一點。指紋模組和 DDIC 的對應位置也有泡棉做緩衝保護。機身右下角的白色防水透氣膜和 K100 Pro 一樣。CR 後就能看到平衡手機內外氣壓的泄壓孔，泄壓孔通向底部揚聲器出聲口最左側的這個洞啊，同樣有做 L 型的防呆設計。那最後的中框總成採用納米注塑加 CNC 一體成型工藝，邊框和內框都是鋁合金材質，配合包裹式圓潤邊框設計，進一步提升握持的舒適度。好了，拆解就到這裡，整機有2種，共18顆螺絲。那拆完 Redmi K100 Pro Max 之後啊，我其實在思考一個問題，那今天我們到底該怎麼去定義一台旗艦？芯片、影像和屏幕等這些核心硬件固然重要啊，但這些參數的差距啊，其實越來越難在每天被感知。那反倒是外放、震動、握持、散熱設計這些不夠重磅的細節，更容易在長期使用中呢留下記憶。我個人非常認可 Redmi 在三陽系統和散熱設計上的投入，把一個過去很少被認真討論的體驗做到用戶會形成的習慣，本身比刷新一項跑分更難。那對我來說，能讓我在睡前放下 iPhone， 改用一台安卓手機聽書啊，這種改變已經比任何參數都更有說服力了。當然啊，圍繞 K100 Pro Max 最大的爭議，可能還是它沒有用接下來會發布的頂級旗艦芯片啊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它依舊是當下的全能旗艦。那畢竟售價區間就放在那裡，換上成本更高的新平台，肯定會從別的地方找回來。所以我也想問問大家啊，當性能已經足夠站在旗艦區間，你能不能接受 Redmi 把最新芯片往後放，把預算留給更完整的整機體驗，同時守住現在的這個售價區間呢？我的看法，至少目前的市場環境下，完全沒毛病啊。那旗艦真正的價值，最終還是得落在每天拿起來使用的感受上。